仅仅只一眼，男人仿佛听到了怦然心动的声音，他去而复返，一把将帽子抢走，气得安妮破口大骂，赶紧追了上去。可男人很快就没了踪影。就在安妮想放弃之时，他又突然出现，还拿来了一顶全新的帽子。出来旅游的安妮并不会想到，这次意外的邂逅竟会让她成为这个国家的王后。安妮是法学院高材生，可最近找工作却四处碰壁。在闺蜜的提议下，她来到了欧洲最神奇的街道，据说这里已经帮数十万人成功找到了另一半。安妮满怀期待的来碰运气，却没想到竟遇到了个小混混。男人说刚才的所作所为，其实是在模仿当地一个浪漫传说。数百年前，有个国王就是抢了一个姑娘的帽子，两人随后便产生了一段绝美的爱情故事。安妮自然不信他的鬼话，可男人的幽默风趣还是让她开心了不少。刚想离开，男人却再次叫住了她，手掌缓缓摊开，他竟不知何时顺走了她的手表。安妮惊讶地问这是如何做到的，男人说这是魔术，想要知道除非晚上请他喝咖啡。If you decide to come, meet me at the fountain at 8:30. 卡尔回到了豪华宫殿，虽然表面上骑着不起眼的摩托，但他却是货真价实的王子。王后专门为他举办了一场宴会，领着他去见个家千金，想要借此定下王妃候选人。卡尔敷衍地应对这一切，结束后立马赶到公园去见安妮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安妮叫来了闺蜜，虽然换下了昂贵的西装，但依旧无法掩盖她高贵的气质。闺蜜看得很满意，说长这样绝不会是坏人，随后放心离去。这是安妮第一次和男人约会，脸上始终挂着羞涩又甜美的笑容。两人一起去餐厅吃饭，餐厅小哥被王子的到来吓了一跳，卡尔赶紧示意他别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小哥心领神会，赶紧招呼两人坐下。一盏烛火，一束鲜花，一碟蛋糕，简简单单的晚餐，却被互相有意的两人吃出了别样味道。安妮问卡尔是什么职业，他支支吾吾地说是房地产工作。安妮还以为是普通的中介小哥，绝对不敢想象他说的房地产是指继承整个国家。两人聊得很投机，分别时依依不舍。I had a great time. Me too. 目送安妮走入酒店，卡尔会心一笑。他浑浑噩噩地过了20多年，此刻忽然有了人生的目标。翌日清晨，卡尔让酒店经理亲自送来了丰盛的早餐。安妮意外又惊喜，旁边的闺蜜羡慕不已。安妮赶紧问经理卡尔到底是什么身份，经理却表示不敢乱说，但他保证卡尔是很好的人。这一切让安妮对卡尔极为好奇，虽然还没相互表白，可两人却时刻想见到彼此。他们相约到湖边散步，安妮忍不住赞叹说这里很美。卡尔出神地看着安妮，情不自禁地说的确很美。见安妮回头，他赶紧红着脸转移话题。两人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，在白雪纷飞中一起白了头。情到浓时，两人深情地看着彼此慢慢靠近。电话铃声却突然响起，说有个紧急会议要开，两人只能相伴离去。安妮和闺蜜去逛博物馆，看着墙上王子的画像，闺蜜瞬间的瞪大了眼。工作人员还介绍，画像上是本国的王子，在几天后他将进行加冕，并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。Maggie? Yeah? You may want to get over here. 安妮迷惑地走了过来，这王子画像竟越看越像卡尔，两人全都震惊得合不拢嘴。随后赶紧用手机查有关这个国家王子的信息，确定卡尔就是王子，只是他在网上的风评并不好，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是十足的花花公子。Oh no. 卡尔骑着摩托来接安妮去兜风，安妮张口就称呼他为殿下。 Your Highness. You know, Sarah and I went to the museum. 卡尔解释说他并非有意骗他，只是害怕他的身份影响两人的相处。他带着安妮到福利院参观，在他和小朋友玩游戏时，工作人员却说这是卡尔常年资助的地方，只是每次都是他独自前来。安妮是他第一个带过来的女人，至于那些花边新闻，其实全都是捕风捉影的误会。随着一天天相处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深。卡尔鼓起勇气邀请安妮到皇宫见家长，他在心里认定了这个女孩。安妮没想到会如此突然，心中犹豫万分。 trust me, it'll be fun. Okay. 安妮激动地和闺蜜分享此事，随后又因没有礼服而发愁。还好酒店经理及时赶来。 Prince realized you might need some assistance for this evening. Oh my. 看着那一件件昂贵的私人定制，两人忍不住露出了笑容。坐着千万豪车，王子亲自开门，随后仰头看着那高耸古朴的古堡。安妮感觉自己活在梦中。王后还在努力地给卡尔选妃，却不曾想她竟突然带回来一个漂亮女友。虽然表现得亲切慈祥，可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戏码让他很不爽。他觉得这女孩配不上自己儿子，日后或许会沦为大众笑柄。 You are the future king. You can't just date anyone you wish. No, that's the thing, you see. I can't. The rest of you just have to deal with it. 王后恨铁不成钢，她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来结束这场闹剧。
安妮辗转反侧睡不着，她能感受到卡尔家人对她的不满，听到外面有动静，赶紧到窗前查看。Want to go for a walk? Are you sure? Of course I'm sure. Sort of a lot of trouble for you. Maybe I like trouble. Give me a minute. 寂静的夜晚是真正的二人世界，脸上的笑容从未间断，眼神的交融也愈加香甜。彼此靠近的两人似乎能听到对方的心跳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，他们就这样确定了爱情。可两人接吻的画面却被角落里的狗仔拍了下来。第二天，安妮刚下楼，一大堆记者立刻疯狂拍照。王子与灰姑娘深夜接吻这种事，绝对是重磅新闻。面对一个个犀利的逼问，安妮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卡尔得知安妮有难，立马就要去找她。王后连声劝阻，说安妮根本配不上他。两人发生激烈争吵。No, I'm not a puppet, and I never will be. And I don't think my father would want me to be one either. 卡尔捧着鲜花前来安慰安妮，深情一吻后，一切负面情绪顷刻烟消云散，并说等加冕过后想带她去巴黎度假。安妮很是为难，因为就在刚刚，她接到了美国一所高级事务所的电话，说她被录取了，但最迟下周一必须报到上班。安妮承认很爱卡尔，可她也清楚两人身份悬殊，时间长了或许会爆发各种矛盾。离开安妮之后，卡尔依旧是王子，可如果因此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工作机会，那安妮将分文不值。安妮第一次认真的审视这段突如其来的爱情，却不知道这一切全都是王后耍的手段。思来想去，安妮选择了去另一个国家工作，这就意味着她将无法再经常看到卡尔，两人的感情或许将慢慢变淡。卡尔央求安妮留下来，可安妮却心意已决。See, we're from really different worlds. For me, being with someone is a personal decision. For you, it's an act of state. Yeah. Well, certainly thought this through. 卡尔想故作轻松，可表情却不自觉地凝重了起来。Stay. Please. I don't want to lose you. Sorry, I can't. 看着安妮离去的背影，卡尔听到了心碎的声音。他主动对王后妥协，无论是加冕仪式还是未来王妃，都听他一手安排。看着儿子落寞的身影，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安妮临走前决定为卡尔做最后一件事。她知道卡尔和王后之间有误会，于是主动去找王后谈心，说了许多她不知道的事。得知卡尔居然还赞助了一个福利院，王后亲自前去参观。原来她的儿子并非一无是处的纨绔子弟，他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为了男子汉。之前他一直觉得卡尔还是没长大的小孩，所以什么都想亲自管。可如今他终于决定让他自己去闯出一片天。王后和卡尔说安妮的离开是他造成的，让他不要怪罪，然后又主动去找安妮道歉，邀请他做儿童基金会的高级律师。安妮听着王后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年的不容易，此刻她仿佛只是个努力持家的普通女人。安妮于心不忍，答应留了下来。加冕那天，卡尔在苦苦等待那道熟悉的身影，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脸上满是失落。他在台上激情演讲，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一个红色身影的渐渐走入，却让他顿时如沐春风。安妮亲眼见证了他的加冕仪式，脸上满是自豪。头戴皇冠的那一刻，台下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，可卡尔却只在意安妮，看着她笑得那样开心，他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从此天长地久，家人常相伴。我们都幻想着美好的一见钟情，可初次相遇的美好，仍需一次次的小心呵护，否则再大的缘分，也终究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烟火。以真心换真心，才是爱情长久的真谛。愿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白首不相离。好了，这里是野人电影，喜欢的点个赞，谢谢。